小郡主如今倒是有些小妇人的模样了。得了便宜还卖乖，不要脸！多谢千岁爷赞誉，妹子温软害羞，恐怕经不得您这般取笑。温软害羞？哼，一个浅薄无知的毛头小子，根本没见过他心狠的模样，也没见过他手忙脚乱逃跑的模样。爱情的嘴向来毒辣，丫头还小，可经不得你这样玩笑。好孩子，今日你也辛苦了，回去吧。往后你要好好的。皇上对我的态度好像不大一样了，难道是百里清做了什么？是，多谢陛下。你说他是不是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朕了？陛下不必多想，一切爱恨都是梦幻泡影，所有过往都已过去。兰姐姐，郡主，有个自称景姑娘的丫鬟过来拜见您了。她在外头等了许久，闹着若您不见她，她就不走。听说她是伺候小王爷的老人，您看该如何是好？这德王府当真放肆，不过一个贱妾，也敢要挟少王妃？嬷嬷不必生气，反正我也早料到了。让她进来。既然是少王爷的妾室，本王妃便见一见吧。少王妃安好，贱妾是伺候小王爷的人，今日特来拜见您，请少王妃喝茶。是吗？但小王爷从未与本少王妃提过你。按高门大户的规矩，未曾迎娶嫡妻之前，是不允许爷们有妾室的。如今你对我执的是妾礼，是想说德王府与那些落魄户一般，不知礼仪吗？啊，少王妃说的是，但是小王爷答应过贱妾，只要少王妃进门，他就会给贱妾开脸。您新婚那夜，小王爷可是宿在锦娘那里呢。既然小王爷答应你了，你去找小王爷或者王妃做主就是了。找本少王妃做什么？正常妻子听到这种事，不是应该受到打击的吗？她怎么毫不在意？啊，原本锦娘也不想如此唐突，只是锦娘等得，怕是肚子里的孩儿等不得呢。什么？这孩子是小王爷的血脉，郡主看着就是个心善的，想必也不会对贱妾的孩子下毒手吧。通房丫头在新嫁过来的主母之前有孕，高门子弟做出这种事，简直是败坏门风。好得很。你且放心，我自然是要向王妃禀报的，说不定不日你就要抬姨娘了呢。啊，那就有劳少王妃了。哟，看来今晚可要热闹一番了。督公，德王府的人这般欺辱小姐，您看我们是否要出手？出什么手？是那丫头自己死活要嫁的。况且本座平日已经这么操劳，眉线奏折都堆一屋了，还嫌本座不够累吗？您还记得奏折都批不完吗？那您今夜来是？当然是去找本座的爱徒了。你说什么？锦娘有了身孕？我明明叫人给她喝了避子药，怎么会怀上了？木耳原也不想这么晚来打扰母妃，只是姿势体大。锦娘如今有了身孕，小王爷也答应她
媳妇过门后就抬她为妾。媳妇想，那始终是王爷的血脉，还是在孩子出生前给锦娘开脸吧。母妃不必担心，大丈夫三妻四妾总是难免，为子嗣着想，开枝散叶是媳妇的本分。只要夫君开心，妾身断不会让夫君为难。墨儿，都是为父的不是，难为你了。夫君，你倒是会欺负墨儿大度，可曾想过，这事若是传了出去，让御史台的人知道了，可如何得了？锦娘毕竟伺候我多年，又体贴温柔，我答应过抬她为妾的。母妃不必生气，这到底是我们家的事，只要大家把嘴都闭紧，又怎么会透露出去呢？墨儿，真是委屈你了。这事是为父对不起你，你怎么罚为父，为父都愿意。好，那就罚夫君要更疼爱墨儿，不可以再辜负墨儿。墨儿，这是怎么了？下午进宫的时候都不曾见你受伤，短短用膳的半个时辰，是锦娘弄的？不是，这锦娘是越发放肆了。甄宓，你未来也是一府主母，怎可因性子和软，放纵的底下人尊卑不分？以后要怎么震慑这些不知分寸的奴才呢？媳妇何曾不知这道理？便是国公府里，也没有妾室能越过嫡妻的。只是锦娘有孕，若在媳妇这里出了事，便更是说不清了，岂非让夫君为难？你是我的王妃，本王当然信你，不会信其他人的。墨儿竟是害怕锦娘出了什么事，我会偏袒锦娘，才忍受被欺辱。那贱婢关进柴房，没有本王的命令，不准放她出来。有错不罚，岂非谁都能放肆？别让人以为谁都能怀上本王的骨肉。墨儿，今日你受委屈了，让夫君好好补偿你，可好？小王爷，你家小王爷好得很呢。师傅，你这身材也太好了。如何？比起他，本座这完美无瑕的身材，才更配得上爱徒，不是吗？师傅，您还是像平时一样阴阳怪气、高深莫测、霸气侧漏的说话，会比较符合您东方不败的形象。东方不败，那是什么东西？那是一种江湖称号，形容人威风无比，无人能敌，风华绝代。难得你这大字都写不好的笨蛋，还能想出这样气势磅礴的词。行了，以后为师在江湖上的外号就叫东方不败吧。师傅圣明，东方不败，文成武德，唯我独尊。行了，不必拍为师的马屁了，以后少和四流峰那个丑男接触。小王爷他……就让他睡地上吧，本座送他一夜好梦就是，不必担心。师傅，您对小王爷做了什么？管他做什么，你很在意他吗？放肆！你做什么？师傅不是说我不过是个玩物吗？那身为玩物，徒儿便好好侍奉师傅了。哼，是吗？既然今儿你说要侍奉为师，那为师就成全你的孝心。师傅，
里青要走了。你再睡会儿吧，天还未亮。就让他这么睡着。想碰本座的爱徒，别说门了，缝都没有。是莫尔啊！昨夜都忘了怎么将莫尔抱上床的了，不知莫尔有没有受伤？莫尔，主子，这早膳已经是热了第3遍了。知道了。小王爷，差点忘记四流风被百里青扔上床了。莫尔，身体可还好？怎么感觉全身都很酸痛啊？妾身昨晚都说了，莫要放纵。废话，你被百里青扔在地板上睡了大半晚，怎么可能不痛？为父也是情不自禁。主子，你们可准备好了？莫要忘了今日的敬茶仪式。知道了。莫尔，我们准备洗漱吧。嫂嫂，韩愈今儿一早就等着你了，你可给韩愈带来什么见面礼了？韩愈，不得无礼，这是做什么？都是自家人，还要讲那些虚头巴脑的礼来做什么？妹妹说的是，妹妹与我一见如故，她送我的璎珞圈子，我可还收着呢。看来司韩愈是当真单纯率直，当初来告诉我百里青的事，也是一番好意。可惜被司流风利用来试探我。王妃，宫里来人了，带了好多赏赐，说是要给少王妃的。啊！真敏郡主，这是陛下赏赐给您的。陛下还吩咐，往后您若有空，可以多点进宫看看他。多谢陛下隆恩。莫尔竟如此得陛下的青睐。嫂嫂真厉害，宫里果真是极为宠爱您呢。不过是祖上庇荫罢了，这些东西又不实用，只能一日3炷香供着。擅自动了御赐之物，流落在外，一旦被追查出来，那可是大不敬之罪。昨天宫里得到的赏赐都已经被德王妃收走，这一次她休想。西凉墨也太死心眼儿了，虽然规定是如此，但也不过是说说罢了，谁不是将赏赐日常对付着用？不好了，景姑娘小产了！什么？昨夜才关进柴房，今日就小产了？不是的，景姑娘昨日还好好的，后来从少王妃那里回来就不好了。许是景姑娘冲撞了少王妃，但少王妃好歹顾念着景姑娘的身子，宽恕一二，那也是小王爷的骨血呀。那景娘冲撞了嫂嫂，嫂嫂就是取了她的性命也是应该的，只是可惜了景娘肚子里的孩子了。哼，少王妃看着如此弱智，倒是好手段，刚进门就让景娘滑胎了。母妃，原来一个小小通房和丫头也能如此质问儿媳，这就是德王府的规矩吗？没错，这原本就是个丑闻。那西凉墨才刚刚进门，要处置锦娘，也该收敛一些，或者问一问我的意见呀。小王爷，您真觉得此事是莫儿做的吗？不管是不是莫尔做的，为父都不介意，不过是一个贱婢罢了，打死就是。小王爷忘了吗？昨日莫儿才说过要抬锦娘做姨娘的，可原来你从来没有相信过莫儿。